你是否曾觉得，对你最大的威胁，并非来自那些恶极的坏人，而是那些看似毫无恶意，甚至满怀善意的蠢人？坏人作恶多端，而蠢人天真烂漫，笨了一点。但我将带你深入探讨一个更为隐蔽、更具破坏性的真相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，善意所带来的伤害，远比恶意更难以预防与修复。这部影片会透过观点与虚构故事，揭示潜藏在好心背后的巨大风险，让你能清楚感受到愚蠢如何在生活中无声无息地摧毁我们。你是否曾与这样的人争论过？无论你提出多么无懈可击的证据，他都能像个回旋镖一样，绕回他自己那套固有的、经不起推敲的逻辑里。与坏人明知故犯不同，蠢人的危险在于他们是无知无畏。坏人撒谎是因为他想达到某个目的，他清楚自己在操纵，而蠢人则是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。他们脑海中存在一个无法被外界资讯穿透的思想钢印。有一个人很好，热心助人，但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投资股票一定要追高杀低，即股价上涨时赶紧追进去，下跌时果断卖掉。别人劝他，这与基本投资原理相反，反而会让你套牢。他却义正言辞地反驳，你懂什么？之前我有一次追强势股赚了钱，好友试图向他解释投资，摆出历史数据，甚至找来专业人士的分析报告，但他一概不听。他总是将朋友的话解读为怕我赚大钱，甚至认为其他人在嫉妒。最终，他在一次市场大跌中亏掉了半辈子积蓄。这就是思想钢印的威力。它不是一座开放的堡垒，而是一座封闭的监狱。新的、正确的资讯无法进入，错误的、有害的观念却在里面自我强化。与这种人沟通，就像是试图用铁锤去敲碎一团棉花，你的力量无法作用。这种固执的无知，比任何有目的的恶意都更具破坏性，因为它彻底消灭了沟通与改变的可能性。王仁是一位年轻人，刚毕业就想创业，开了一间咖啡厅。他的启动资金只有60万，朋友们提醒他，地点太偏僻，装潢又过于昂贵，很难收回成本。但王仁不听，他说，我喝咖啡10年，最懂顾客需要什么。开业后，生意果然冷清，最后不但血本无归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更离谱的是，王仁还怪罪朋友，都是你们不支持我，才害我失败。坏人至少知道对与错的界限，而蠢人根本看不见错误。这种无意识的固执，比恶意更难对付。坏人的恶行，其意图往往是清晰可见的，他们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或者想伤害你。而蠢人的伤害，则往往包裹在善意的糖衣之下，让你难以察觉，更难以反击。小珍创业开一间手工烘焙店，他对烘焙充满热情，也做了详细的商业计划。这时，家里一个长辈周阿姨站了出来，她对小珍说，你别自己瞎折腾了，我认识一个大师，他开的店可赚钱了，我把他介绍给你，他会给你最好的建议。小珍出于礼貌接受了周阿姨的推荐。这位大师给小珍的建议是，别搞什么手工制作，太耗时耗力，直接找工厂代工，把包装弄得漂亮一点，然后在社群媒体上大量投放广告，保证你赚翻。周阿姨在一旁频频点头，听大师的，他这是为你好，手工制作太辛苦了，你这么年轻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小珍在两人的劝说下，半信半疑的放弃了自己的初衷，投入大量资金去做代工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代工产品缺乏特色，广告效果也远低于预期。当小珍的店面临倒闭时，周阿姨还一脸无辜的说，我当初真是好心帮你，谁知道你运气这么差。她没有意识到，正是她缺乏专业判断，不负责任的善意，将一个充满热情与潜力的新创事业推向了深渊。这种不负责任的善意是比恶意更可怕的存在。恶意有其明确的边界和目的，你能提前防备，
而善意却以道德和情感为筹码，让你无法拒绝。当你受到伤害时，你无法指责对方，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。这种隐蔽性极强的破坏力，往往比直接的恶意造成更深、更难以修复的创伤。小李刚买了一间老公寓，准备重新装潢。隔壁的老王看见后，热心的跑来说：“年轻人，我看你这管线不必换了，旧的用几十年都没坏过，浪费钱，我帮你介绍个工人，便宜又快。”小李半信半疑，最后还是听了老王的建议，省下了几万元。结果半年后，管线爆裂，整间屋子泡水，损失比当初省下的钱大了10倍。坏人会明着坑你，但愚蠢的人用好心包装。他不光害了你，还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倒霉？我本来是想帮你的。”坏人作恶往往会计算成本与风险，因为他有明确的获利或目的。而蠢人的愚蠢，则像是投下一颗小石子，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可能像海啸一样，最终将整个系统摧毁。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，在没有及时纠正的情况下，会不断复制、扩散，最终变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。例如，公司在研发产品时，技术员发现一个小漏洞，本来只要几天就能修复，但主管觉得这不严重，不用花时间处理。结果等到产品上市，漏洞被骇客利用，导致上百万用户资料外泄，公司损失上亿元。这位主管不是坏人，他只是蠢的无法看清小错误的严重性。坏人会计算成本，衡量后果，但蠢人却因为自以为是、拖延或忽视，让错误滚成无法挽回的巨灾。坏人会用威胁、利诱来控制你，但蠢人则会用道德、情感来勒索你。这是一种更为隐蔽、更难以反击的控制方式。小雅是个才华横溢的设计师，她有个男友，表面上对她嘘寒问暖、体贴入微，但在每个重大决策上，她都会用一种看似为你好的方式来干预。比如，小雅接到一个难度很高的专案，她充满了挑战的欲望，但男友却说：“这个专案太累了，你看你最近都瘦了，你这么努力干嘛？我赚的钱足够养活你，别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，我会心疼。”小雅想买一个昂贵的摄影设备，男友又说：“你买这个干嘛？把钱省下来，我们以后可以用来旅游、买房子，还是要实际一点，别那么爱花钱，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？我这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着想。”你无法反驳他的话，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爱与关心的标签。他不是坏，他或许真心觉得自己在保护小雅，他只是蠢到无法理解，爱不该是束缚与控制，而是给予对方自由成长的空间。在这种道德与情感的枷锁下，小雅逐渐失去了自我，她的才华被消耗殆尽，她的梦想被无限期搁置。这种人会将自己的偏见包装成价值，将自己的自私解读为无私奉献。你无法与他讲道理，因为他会说：“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”这种无形的勒索比任何身体上的控制都更具摧毁性，因为它直接攻击你的意志与自我，让你深陷愧疚与自责。坏人伤害你用的是明枪暗箭，蠢人伤害你用的是善意与道德。这才是最难防范的。坏人或许会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因为他知道失败意味着失去利益，但蠢人则对历史教训有着天然的免疫力，他们永远坚信这次不一样。这并非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，而是因为蠢人对历史的警告视而不见。一个村子里的村长为了提高利润，要求农民只种高产作物。第一年收成不错，大家很高兴。第二年因为土壤枯竭，全村颗粒无收。村民们并没有从失败中学会反思，每次种植总是说：“这次跟上次不一样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”坏人的恶意是有边界的，但蠢人的愚蠢是无限的。他不会从失败中学习，只会重复过去的错误，并用创新或特殊的外衣来粉饰自己的无知。当你明确指出他的行为会造成伤害时，坏人的反应是掩饰或威胁，他们会试图用谎言来圆谎，
或者用权力来让你闭嘴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坏事，只想让你停止追究。而蠢人的反应是愤怒或委屈，他们会认为你在质疑他们的动机，而非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是好人，无法接受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负面后果。坏人让人痛苦，但蠢人让人绝望，因为坏人至少有迹可循，而蠢人往往披着善意的外衣，让你措手不及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改变所有蠢人，而是学会辨识，保持距离，并在关键时刻守住自己的判断，同时警惕自己，别让自己成为那个不自知的蠢人。因为当我们自以为是、盲目跟风、不愿承认错误时，我们也可能变成别人眼中最危险的存在。